就来讲大家期待已久的 AirPods 全系列的一些更新消息，还有上市日期。朋友，那大家都非常关注 AirPods 相关的消息哦。那我们在 Instagram 上面的相关贴文，每次只要提到 AirPods， 大家反应也都很好。那我自己也是啊，本身现在有在使用的是 AirPods 3，还有 AirPods Pro 2，那都是我非常长时间在使用的。那不管是喜欢用它来听音乐、看影片啊，还有它跟生态链里面产品串联的方便性，这一部分都非常的喜欢。那整体的设计感啊，还有在耳朵上面的舒适感也是都不错哦。但是在整体功能性来讲，现在有越来越多不同的耳机推出，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它在功能性上面可以跟上，或是能增加一些亮点。那我们今天就来整理一些我们现在 AirPods 所得到一些最新消息。那有一些相关的型号版本也会有他们相关可能上市的日期。那我们一样先讲这些新闻啊、消息发布的部分，然后最后再来跟大家讨论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讨论。那一样我们先说啊，这些新闻啊、报道消息都不会100%的准确哦。那如果你要正式的规格还有上市日期的话，一切都是遵照苹果的新闻稿为准。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40万订阅的时候，像相关抽奖的产品，我们也已经都准备好。那大家都还是非常喜欢这音乐相关的产品的，像是 AirPods， 所以在 AirPods 的部分呢，我们会准备2台 AirPods Pro 2 USB-C 的版本，然后2台 AirPods 3，那另外也会有2台 HomePod Mini 提供给大家抽奖。那我们希望大概在春季一些新品的 iPad 发表的这些前后，我们来办这个抽奖活动，所以不想错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那还有追踪我们的 IG APPLEDADD， 那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抽奖的资讯。好，那我们这篇直接开始。那首先先讲 AirPods， 那我们这边讲的是最入门的这个版本，就是先前刚发表的这个 AirPods， 那他们后来有做一个更新嘛，他们现在叫做 AirPods 第2代，那目前也还是有在持续贩售这个版本。那它这一款最后一次更新呢，是在2019年的3月左右，刚好整整5年没有更新。它的价格呢是4290元，但是在外面一些其他的卖场啊或经销商可以找到比较便宜的版本，但是要注意不要买到假的。那目前的这个版本充电盒使用呢还是 Lightning 的接口，那很多现在新世代的 AirPods 上面的这些功能呢，基本上也都没有。那没有防泼水，没有空间音讯，那更进阶的像是这个对话感知、适应性的音讯啊、通透降噪也是通通都没有。那据说现在最新的版本呢，当然除了我们知道这个充电盒一定要更新到 USB-C 之外，那消息指出呢，在这个耳机耳柄上面也会有所更动。那以他们的讲法啦，它的设计就是很像融合现在现版的 AirPods 跟 AirPods 3结合在一起，所以可能耳柄上面会稍微缩短，然后耳塞的部分呢，它的形状也会有点改变。那再就为了放入新的处理器啊，可能要放入新的单体。那另外他们提到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可能会加入一些现在 AirPods 3有的一些功能，像是防泼水啊，那空间音讯的部分不一定，但是因为是用新的晶片还有蓝牙的技术关系，它续航力上面也会提升。那这个不只是在耳机本身的续航力，甚至它的充电盒所能提供的电力都会一起向上提升。但是整体来讲，它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初阶入门的这个规格升级，售价呢也应该会维持在一样的水准，就目前是$129，那台币的话是4290。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 AirPods 3的更新。那消息指出呢，苹果还是会把这个入门版本 AirPods 跟 AirPods 3分开来，这样可以维持他们目前在耳机产品上面的广度。那所以我现在就不太了解那 AirPods 3 AirPods 2，那如果现在2个一起更新的话，他们妹妹要怎么做改变？ AirPods 3上市的更新呢是在2021年的10月，距离到现在也将近要3年。功能上面有防泼水啊，还有空间音讯，但是目前贩售的这个版本，它充电盒还是使用 Lightning 的接口，它里面搭配的晶片呢也是 H1， 所以它的音质上面呢，其实对比现在更新的版本还是有点劣势。那充电盒本身呢也还没有支援这个定位寻找的U1晶片，那目前它的售价是$169，台币5590。那现在消息指出呢，它即将带来的更新，当然除了我们知道一定要更新的 USB-C 的充电盒之外，他们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很有趣，就是降噪的功能。那理论上这种开放式的耳塞加入降噪的功能，如果它少了被动式的耳塞物理降噪，到底它的功效怎么样？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可能在加入 H2 晶片之后呢，它在其他功能性上面会有一些延伸，但这个我们等后面再来讲的看法。那其他例行性的更新啊，像充电盒里面也会加入可能 U1 或是 YouTube 升级版的这个定位追踪的晶片，耳柄上面呢也可能增加触控的功能。那在蓝牙的地方会升级到 5.3， 那它连线的距离上啊，稳定性也都会更好。那最重要的，也因为这样的升级呢，它的续航力也会提升。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 AirPods Pro 3，那现在目前的售价是$249，台币是7490。那最近一次的更新呢，其实就是在去年 iPhone 15的时候一起推出，可是其实算是比较小幅度的更新了。我们本来以为就是只有在它充电盒上面增
增加了 USB-C 的孔，但其实它也增加支援了无损音质，可就是要搭配你的 Vision Pro 来使用。那另外呢，他们说声学的结构还有音质的表现上，跟本来的 AirPods Pro 2也有点差异。那现在这个 AirPods Pro 3的更新呢，也是在目前消息里面提到，好像有最大幅度的改变，同时里面也结合最多现在可能透露出来的苹果所申请新的专利。那首先呢，他们说在耳柄上面可能再次缩短，会不会到完全无耳柄不知道，但是在耳机本身上面会增加更多新功能。那除了可能使用 H3 的晶片啊，去增加它音质上面处理的效能，然后在更多的装置上面可以支援无损音质，同时在自适应上面也会有更好的表现。那目前呢，针对一些伤害听力这些音效处理、降噪处理上面也会有加强哦。那他们说可能 H3 的晶片在针对这些不同的噪音啊、不同的音频上面的处理会更加强效，就是说它可以辨识它处理到更多不同种类的噪音。那也因为这个部分的进步，会让你在平常的通透还有降噪时候会感觉到明显的进步。那这个不只是在使用者本身在听音乐还有讲电话的时候，连跟你在对话的另一方在听你说话声音也会有更好的感受。那另外很多人在传闻说在上面可能会增加健康侦测的功能，目前有消息说很有机会在这一次加入，但是以基于苹果目前在健康感测器上面其实跟另一家公司还有一些专利权上的诉讼，那我们知道现在新的苹果手表其实就碰到这些问题，那是否因为这样有这个功能上面的修剪，或者会等到这个专利完全过期之后再加入这样的功能，那这部分还要再继续看下去。那很多人期待的新的颜色呢，其实我们目前的消息来源是没有提到这个相关的讯息，所以这部分我们也还会再持续追踪。那关于上市日期的话，目前听到有可能最近会上市的就是在 AirPods 第2代跟第3代的更新，就我刚前面讲这个入门版跟现在现行的第3代两个更新很有可能就会在今年。那据消息来源呢，它的预期是说可能会在今年底左右跟新的 iPhone 一起推出上市，因为先前就是大致上这样的惯例。那关于 AirPods Pro 3的话，目前还没有很确切的消息，那现在有分析师的讲法是2025、2026。那如果我们对比我们刚先前讲的，如果要加入健康侦测，那等专利过期的时间的话，或许就有点符合这个时间线。好，那后面我们就来讲一下我的看法，还有跟大家一起讨论。那首先先讲这个 AirPods 入门版这更新，那这个是一直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就第一代的 AirPods 这个耳柄造型。那我觉得它是在我耳朵上面最舒服、最不容易掉，然后甚至可以带着它听一听就睡着的这个耳型哦。但是这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那我常也会在想，因为想任性再来买一个 AirPods 2来使用，但是有那么多耳机要干嘛，我也不知道。那如果真的有它的更新，那耳柄上面有做更新的话，说真的我会蛮想去买一副啦。但是前提就是在它耳朵的舒适度上面要很像第一、第2代的版本。功能性上面的话，我会希望至少增加空间音讯。那这一点就对我觉得，应该是足够的，很有吸引力。但可能苹果现在听到这一点就想到说，如果有空间音讯会让大家反而不去买更高阶的版本的话，那以他们现在这种资源到切割的这种惯性，可能听到这个反而就不会加入这个功能。那就有点像他们在 Apple Pencil 上面的操作嘛，推出一个新的 USB-C 充电的版本，但是阉割掉一些本来 Apple Pencil 1代有的功能。这个操作就是好像完全要吸引你去买更贵的版本。那我也不知道大家对这个 AirPods 算是出版这个设计，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到底是不是适合你们的耳型？你们会不会期待它的更新？那再来是 AirPods 3的更新，那这个是我目前使用最长时间的一个版本啊。对比 AirPods Pro 2来讲，我其实更习惯或是更适合非耳塞式的版本。那本身也有空间音讯，所以整体音质表现也不错。那所以如果在更新版上面，理论上他们换上了 H2 版本的这个晶片之后，它的音效也会更好，或许可以支援一些无损音讯。但是我蛮怀疑在上面有降噪这个功能的必要性。你这种不封闭式、开放式的你单纯用数位的功能去增加它的降噪，到底意义大不大？外面的噪音还是会漏进来。但是我可以理解，如果它这个功能性是要增加它的通透模式，就比如说它用这个晶片去处理外部的噪音嘛，那它通透模式的时候会隔绝掉不必要的噪音，让你通透进来是你必要听到的声音。那我觉得在整体通透模式上面的体验，其实在这种开放性的耳塞上面也会表现更好。那另外这个功能如果再加进来的话，它有这个对话感知的部分，就是它可以感应到你要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自己去过滤掉一些噪音，然后专注在别人的人音的部分。那我觉得加进这个功能就有意义。那另外呢，也会有助于在跟别人讲电话的时候嘛，它可能在噪音上面的处理跟辨识会更加强。所以如果它整体是往这个方向去升级的话，不会觉得是没有意义。那以它的价格区间，你说5000出头台币170块美金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竞争力存在。那再来讲 AirPods Pro 3，那这是我真的本身也比较期待它有一些比较大的更新。然后在 Pro 这种比较专业的版本它理当是放入更多划时代性的功能、适应性的功能。那你可以先推出看看市场的反应啊，对这功能上面的实际使用上的效果怎么样？它售价也最高，你也有最多成本去做这类的研发跟投资。那在谣传的这个健康功能，其实我一直保持蛮怀疑的态度，因为你说如果要增加它的准确度，那可能它在耳机上面侦测到手表上面同时侦测两者共同去分析的话，可以增加它的精准度，那好像有意义在，但是这是代表说你要整体生态链的产品都要有，而且还要都带着
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其实耳朵里面在文侦测上面是更加的精准，但是你要去想说，耳机是一个大家会一直戴着的东西你说对比手表跟可能我们在讨论的这个智慧戒指来讲，他们相对来讲比较有可能大家戴24小时，那耳机大家是不是有这个必要一直戴着，或者说会不会想要一直戴着？那还有考量它的续航力、电力等等。那这种时候你在成本上面的考量去增加这样的侦测器是否有它的必要性在？那另外一个专利的说法是在收纳盒上面有一个触控萤幕或者一个显示资讯的萤幕。那当然市面上也已经有这样的产品。那如果说在实质意义上面，我去想说苹果要推出这样的功能，一定是有它的必要性在。那除了选单，你可以看一些歌单、简单资讯滑动之外，你还需要做到什么才会有意义在？那有一个说法是，像我们现在期待苹果可能在今年底会推出这个 AI 功能，其中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以 Siri 为中心的智能助理会大大的提升。那这部分我觉得或许在一开始现在 AI 装置的初期啦，在有一个装置去显示它一些资讯在你问它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个萤幕去确认你讲的是什么，这部分或许有点意义存在。不过我们也要想说，现在这种随身 AI 装置，它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本地运算的功能，它一定要联网。那如果 AirPods Pro 你就算说在它的机壳上面要支援这样的功能，它也必须要是联网，里面可能放了一个小处理器，但是它没有办法强大到去做这样的运算。那如果需要联网的话，可能实际上的用法还是会必须要连到手表或者手机。那这种时候啦，代表你手表跟手机其实都带在你身边，那这样多一个萤幕在 AirPods 的充电盒上面，到底有没有意义在？但排除这些实用性如果就是要选，就是要多一个理由让大家更新去购买的话，那在这个行销上面、销售上面的考量可能就不太一样。那其实我知道 AirPods 不管是哪一个系列，都是大家非常爱的产品，那讨论度也是相当高。那我觉得它可能也是在生态链里面应该算是最多人使用，而且它使用时间是非常长的一个系列产品。就像我们先前在讨论 AirPods， 如果今天是一个品牌的话，它其实大过非常多市面上的消费型电子品牌所以它这个市场真的是非常庞大。那以现在大家有那么庞大的使用者量，我想听到大家的想法，就是说你们大家使用上有什么看法？那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个版本？或者说你们刚上述这些更新你们在使用上有什么你们很爱的地方，或者你们觉得不够好可以去进步的地方，或市场上有什么新的产品，你们也希望这些功能可以加进来，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入 AirPods 相关的讨论。OK，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吴良，下次见，拜。